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：一个原本温和、有同情心、稳定的成年人，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变成了自恋型人格？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在很多关系里，人真的会经历巨大的落差。前几年一切都很好，对方温柔体贴正常，然后某个阶段突然变得冷漠、指责、操控，甚至易怒，毫无共情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他是不是后来变成自恋了？答案是几乎不会，而且这些特征其实本来就在，只是隐藏起来了。下面我来讲一讲为什么。要想理解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人格。人格的核心特征是长期稳定一致的行为模式。一两次情绪失控并不等于人格改变，比如冬天里出现了一两天温暖的晴天，并不等于春天就来了。人格是气候，不是天气。偶尔自私不等于自恋，偶尔发怒并不等于性格改变。人格不是几次行为的叠加，而是一种长期稳定的结构。所以一个原本有同情心、情绪调节良好、不夸大自我、不操控他人的成年人，不会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突然变成自恋型人格的。那什么时候人格真的会改变？我这里说的重大事件通常是医学损伤。如果出现快速剧烈的人格改变，这通常是需要立刻就医的信号。第一种情况，脑部损伤，比如中风、脑外伤、脑部疾病等等。第二种情况，严重心理创伤，比如 PTSD， 也可能造成人格的改变。即使人格发生了改变，也未必就变成了自恋型人格。可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为什么没有重大事件出现，我们倒觉得爱人变成自恋型的了呢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相恋5年，直到第三者出现之后，他才发现对方自恋的。他觉得改变很突然，但回头看之后发现，之前他一直没有把交往过程中伴侣的强烈特权感、夸大自我、调情式外向、对他轻微贬低、情绪的冷处理等等当成问题，直到有一天对方出轨，而且出轨之后还反过来责怪他，那一刻他才重新解释过去的所有行为，那些特质一直都在，并不是突然出现，只是之前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。这不是人格突变，只是阈值被突破。也有很多人觉得对方是慢慢变了，其实这是关系里的比例变了。一开始可能是80%甜蜜，20%不舒服，后来变成了30%甜蜜，70%攻击。关系从偶尔不好变成了大多数时候不好。当比例发生改变时，你开始发问，他是不是变成自恋了？答案是不是变了，是面具掉了。那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会那么好？因为对于自恋者来说，长期维持美好形象是非常耗能的。体贴、共情、温柔，这都需要控制自己，通常只能维持几个月，但这几个月足够让你建立依附，投入情感，替对方合理化。你会告诉自己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关系本来就会起伏，我不能太苛刻了。于是你开始做心理上的同化。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，而是你终于停止合理化的那一天到了。很多长期处在自恋关系里的人会怀疑，我是不是也变坏了？我怎么变得这么愤怒，这么冷漠？的确，长期情感虐待会导致情绪失调、同理心疲劳、麻木、愤怒爆发，也可能是麻木和爆发之间来回摇摆。但那不是人格改变，那是神经系统长期过载。而且自恋伴侣常常会反过来说，你才是自恋的，你才是操控的，你才有问题，这是投射。我还要提醒一下父母，人格真正稳定通常要到20岁左右，
如果你家青春期的孩子自我为中心、情绪化、不讲理，这通常是发展阶段。不仅要看他对你的态度和反应，也要看他对周围朋友的，不要过早贴标签。最后我想说，并不存在什么自恋的念头半夜飞到他的脑子里。如果关系后来变得像恐怖片，并不是因为什么人格附身，而是那些特质一直在那里，只是被掩盖或者被合理化。也不要自责，虽然它一直在那里，你没有看见，也并不代表你有问题。我们是依附型生物，渴望连接，为了连接，我们会忽略不舒服。但在自恋关系里，那些被忽略的信号最终会回来，那时你只是真正看清了本来就存在的模式。我们下次见。